大家好，欢迎来到是是非非脱口秀。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不是地震，不是台风，不是停电，不是日本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而是台湾政府最近又来一本小册子，教台湾人民怎么活下去。讲真的，台湾人最需要的不是全民安全指引，台湾人最需要的是全民政治清醒手册了。那你看那本橘色的小册子，一打开就是一堆卡通人物的脸，看起来像幼稚园老师发给小朋友的防走失手册。我看了半天，我还以为下一页会出现"请跟着彩虹老师排队，不要推挤哦"。这本《当危机来临时》名字听起来很有端庄，很有气势，好像你翻开以后就会学会生存技能、射箭、野外求生、绑绷带，甚至一秒变成 Bear Grylls。结果一打开里面，内容竟然是叫你准备罐头、准备手电筒、准备电池，宠物的东西也要带。哇靠！我看到差点笑出来。台湾人民最大的危机不是这些了，台湾人民最大的危机是你们政府自己啊！讲真的，如果哪一天台湾真的危机来了，人民第一反应不是冲防空洞，不是去买水，不是去抱罐头，台湾人民第一反应一定是政府现在会不会还在开记者会骂对方抹黑？赖清德是不是又要怪对岸？民进党是不是又要说这都是假消息？1450是不是会发文说大家不要紧张，危机是假的？你看，这才是真正的危机应对流程。再来看封面那些卡通图示，一堆人头，一个警察，一个消防员，还有猫跟狗。我那时候真的忍不住想，请问猫跟狗看了这本手册是可以自己抢救主人吗？这本手册内容画的这么可爱，是要让宠物看的，还是要让人民看的？台湾人民缴税不是缴来给你画漫画了。你再看那几页的插图，全部都是半手绘风格，像是在画 LINE 贴图。我真的想问一句，台湾现在是要战争，还是要推出新贴图包？下次是不是还会出联名款？赖清德官方同款贴图，危机来了我最稳。这样讲我不是故意酸，但是你们政府很喜欢把严肃问题卡通化。你们有没有发现，疫情时贴图，诈骗时贴图，缺电时贴图，高雄大爆炸时贴图，现在可能要战争也贴图？台湾政府是不是觉得只要把事情画得够可爱，问题就会自动变小？小朋友的作业方式搬到国家级政策来用了。更好笑的是那一排紧急用品图示，你仔细看，有收音机，有罐头，有电池，有水，有手电筒，有猫的头，还有狗的头。喂，我又忍不住想吐槽了。所以我的逃难包要装猫的头跟狗的头哦，你干脆教人民带上全家福算了。这本手册的存在就已经说明了一件台湾人最不敢面对也最讽刺的事实：台湾政府嘴巴喊抗中保台，喊得很大声，但到了真正要准备的时候，又搞成幼稚园美术课。政府到底把人民当什么？把人民当小孩，还是当选民？对了，他们把人民当选票小朋友。平时要乖乖听老师讲话，不准质疑。遇到危机时要跟着老师排队，不要乱跑。老师说对岸坏，小朋友就学老师说坏。老师说我们准备好了，小朋友就要拍手叫棒。然后等真正发生事情时，老师自己就坐高铁跑高雄或躲地下室了。讲到这里，我真的很想问赖清德一个问题：你都发这种逃难手册给人民了，请问你有准备好逃难包吗？还是你们官员都有 VIP 等级的逃难路线，不用看这些卡通图？台湾最实际的危险是什么？不是地震，不是战争，不是危机本身。台湾最危险的是民进党一边喊危机，一边把危机当政治武器。遇到问题先怪别人，遇到困难先骂对岸，遇到批评说你抹黑，遇到灾害开始甩锅，遇到选举才突然关心人民的安全。你以为这本书是写给人民的吗？错，这是写给政府自己安心用的。人民拿着这本书心里想，靠北，我要准备这些东西才能保命。政府看着这本书心里想，不错，发出去大家以为我们有在做事。两边想的完全不一样了。讲到这本《当危机来临时》，我越想越觉得好笑。台湾政府啊，每次危机发生之前，他们的反应永远是：第一，办记者会；第二，
发贴图；第三，骂在野党；第四，怪对岸；第五，叫人民不要恐慌。你们有没有发现，台湾政府的心态完全跟隔壁小孩写日记一样？今天发生大事了，但不是我的错。问题来了，真正的危机来临时，你叫人民不要恐慌，人民当然会恐慌啊，因为人民知道你们根本没准备。你看看这本手册里面那些建议，像什么准备食物、准备水、准备电池，我看到那一句准备饮用水3天分量，我超想吐槽。台湾现在的问题是，有些地区连平常都要限水，你现在叫人准备3天。电池，台湾最常发生的不是停电哦，台湾最常发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全市跳电。每次停电，台湾人都在猜，是松鼠，是落叶，是插头没插好，还是哪里又烤到电线？连自己的供电系统都搞不定，你还叫人民准备电池？人民才应该问你，你可以准备不要再跳电吗？你再稍微想一下，台湾政府真的很会叫人民准备这个准备那个。问题来了，政府自己准备了什么？政府有准备备用电，政府有准备防空洞够不够用，政府有准备防灾演练做得够不够？人民需要知道的是，政府有没有能力撑住第一天？不是人民要不要准备罐头了？哎，说到罐头，我又想到一个重点，你知道台湾政府最会拿出来的例子是什么吗？瑞典每户都有防灾手册，日本每个社区都有避难包。讲到国外的时候，民进党最厉害，引用数据，引用图片，讲的好像台湾也是那种准备100分的国家。结果你仔细一看，台湾的防空洞，有些是停车场，有些是仓库，有些还被改成私人店面。最荒谬的是，有一些标示是防空洞，实际上里面堆满垃圾。人民看到那种防空洞的照片，都觉得哇，如果危机来了，我进去会不会被垃圾压死？这才是真正的危机了。台湾政府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们永远把重点放在看起来有在做事上，而不是真的有做事。你看这本《当危机来临时》就完全是标准范例。为什么要印这么多？为什么封面要设计这么可爱？为什么里面的插图都像是小学3年级学艺股长画的？为什么每个图案都像是 LINE 贴图？因为要让人民看到时会觉得，哇，政府好贴心哦，有准备耶，有在帮我们想耶。可惜台湾人民现在已经醒了很多，看到这本小册子的反应是，哇，政府好像只会发纸哦。讲真的，台湾要是真的危机来了，人民会做什么？我告诉你，很现实的一点，人民第一步不是找水，不是找罐头，不是找手册，人民第一步是上网找 VPN， 因为怕所有网站断掉。第二步是去银行领现金，因为怕民进党说现钞发放会导致恐慌，请大家改用电子支付。第三步是看赖清德有没有消失，因为台湾人民都知道，政府越大的危机，官员越快消失。疫情的时候消失，停电的时候消失，灾难的时候消失，群聚感染的时候消失。只是每次危机结束，政府才会突然跳出来说，刚刚我在开会。台湾人已经被训练到知道，开会的意思就是我们躲好了，你们加油。结果现在还印一本当危机来临时的小册子，教人民如何逃难。可是我看到里面都没有写最重要的3点。第一，危机来临时不要依靠政府。第二，危机来临时自己救自己。第三，危机来临时政府会先救自己。如果写这3点，我才相信这是一本真正的台湾版求生手册。哎，说到求生，我真的觉得台湾政府最应该教人民的是如何在民进党执政的情况下活下来。要准备的清单应该是，要准备心理强度，要准备被骂抹黑的耐受度，要准备停电，要准备断网，要准备物价上涨，要准备选举时被洗脑，要准备反对意见会被攻击，要准备新闻媒体会统一口径。哎，这些比什么手电筒、罐头重要多了吧？政府如果真的贴心，应该发一本更符合台湾现实的手册。当政府来临时，人民如何保护自己？我跟你讲，一定热卖。我们刚才讲到台湾政府最喜欢发小册子，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台湾人民真正需要的，从来都不是一本手册，而是一个能正常运作的政府。可是民进党的逻辑很奇怪哦，
你缺电，给你一本节电手册；你通货膨胀，给你一本物价稳定宣导；你诈骗满天飞，给你一本防诈骗指南；你可能遇到危机，给你一本全民安全指引。那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一本政府别乱搞指南发自己看？整个台湾政治的荒谬，就是政府永远把问题丢给人民，然后叫人民要有韧性。我听到韧性这个词，每次都想笑。台湾政府最喜欢讲韧性了，韧性社会、韧性经济、韧性防灾、韧性台湾。讲到韧性，我就想到一句话：你们政府自己很脆弱了，人民生气一下你们就受不了，谁说一点真话你们就发声明。真正有韧性的是台湾人民，每天缺电不停，物价上涨，医疗负担，薪水不涨，还要忍受你们不断甩锅，不断怪别人，不断洗脑。台湾人民的韧性都快韧到变橡胶人了，你知道吗？结果政府为了让人民更有韧性，就印了一本像课本的《当危机来临时》，里面的内容写什么？我告诉你，总结一句话：如果事情发生了，不要找政府，先自救。人民看到这本手册的时候，心里的 OS 是：哇，政府真的准备放我们自生自灭了。所以你们的任务就是印书，你们是出版社是不是？你仔细看里面那些插图，每一个图案都可爱到像小朋友涂鸦比赛冠军。我心里在想，台湾面对的危机是战争，不是美术课了。而且你注意到没有，封面上那几张脸，有学生，有阿嬷，有消防员，有医生，看起来很完整，对不对？很好，我问你，为什么没有政府官员？你们是不是心里有底？危机来临时，官员不会跟人民在一起，是不是？你们不敢放，对不对？如果封面画一个拿麦克风开记者会的官员，一本都卖不出去了。你看，要诚实就真的做不下去，所以只好画猫跟狗。猫跟狗比官员还可信，这不是我讲的，是你们封面传达出来的讯息了。再来，我讲一个最深的问题：为什么台湾政府喜欢把危机教育做得像在卖可爱商品？你有没有想过？因为可爱不会引起恐慌，可爱会让人民以为政府很贴心，可爱会让媒体拍照拍得很漂亮，可爱会让网络上也比较好宣传。哦，对了，重点就是宣传。民进党政府从上到下眼中只有3件事：宣传、宣传、宣传。政策不一定要做得好，但一定要看起来有在做。新闻不一定要讲真话，但一定要让民众觉得政府尽力了。我说一句实话，这一类的手册不是给人民看的，是给媒体拍的。拍一张部长手上拿着小册子的照片，媒体写一段政府重视国民安全，然后新闻播3天，1450再帮忙洗一波，全台湾就以为他们真的准备好了。结果真正危机来了呢，他们一样会用3步骤：第一，怪对岸；第二，骂在野党；第三，叫人民不要散播假消息。这才是实际版当危机来临时了。你去看这本手册，里面写什么重要原则？我跟你讲，他们永远不会写最真实的3句。政府永远会比人民先收到讯息，政府永远会比人民更早撤离，政府永远会比人民更安全。这3条他们不敢写，因为写了人民会问，那我们缴税是缴假的。台湾人民被骗久了，看到这种小册子，心里都已经有自己的标准答案。政府越努力做表面，代表问题越严重。过去8年就是这样了，诈骗越多，政府越办记者会；缺电越严重，政府越强调不会缺电；经济越困难，他们越说经济多好多好；危机越接近，他们越印可爱手册。然后赖清德现在继续这套传统，好像手册印越多，台湾危机就会越少一样。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真正能减少危机的不是手册，是一个不会乱搞的政府。可是民进党真的不懂，他们一直觉得台湾人民只要有资讯就会安全，错了。人民需要的是能力和制度，不是卡通。讲真的，我看那本手册的第一时间，脑袋浮现一句话：台湾现在是要普发贴图，不是普发现金哦。人民缺的是钱，不是漫画了。人民要的是政策，不是可爱插画了。人民要的是安全，不是新闻画面了。但哦，对了，这政府最擅长的就是新闻画面，你知道吗？台湾人看到当危机来临时那本手册的时候，大多数人的反应都不是哇，政府好用心，真正的反应是，咦，
民进党不是一直跟我们说台湾很安全、很稳定、很和平，怎么突然要准备逃难包？哎，这落差是不是太大？你嘴巴说和平都是你努力争取来的，结果另一只手却偷偷发一本逃命指南，这叫人民要怎么相信你？你到底是要我们准备上战场，还是要我们继续投你？人民都搞不清楚你到底在演哪一部戏了。到底是稳定台湾还是占地台湾？你要演也演同一套吗？现在变成说选前喊和平，选后叫人民准备罐头。哎，这样对吗？这叫民主国家还是叫选举国家？再来讲到这本小册子最好笑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政府自己讲的非常大声，我们必须做好万全准备。可是你把那本手册翻开，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里面写的都是叫人民保护自己，政府一句责任都没有，完全一个政府不要负责指南，叫人民储粮、储水、储药、储电池、储民生用品。我看完整个手册都没有一句写说政府要储备什么，人民要先准备好物资。那政府要准备什么？你要准备记者会吗？要准备喊口号吗？要准备洗白文宣吗？台湾人民看得很清楚了，民进党只会叫人民准备，自己永远不用准备。你想想看，如果哪天真的危机来了，人民要抢物资、找避难所、找水、找电、找家人，政府要做什么？政府要开记者会，告诉人民不要恐慌。哎，这不是废话吗？你叫人民吃2天罐头不恐慌试试看。再来，你看那本手册里面写一句话，保持冷静。政府真的好喜欢讲这句话哦。如果你去看台湾政府历史上任何重大危机，从地震到疫情，从停电到爆炸，从战争危机到天灾， government 永远第一句话就是请大家保持冷静。可是人民最害怕的就是听到你叫大家保持冷静，因为你越叫人冷静，事情就越不冷静了。大家都知道，政府越紧张，讲出来的话就越轻松。你越听到政府说不用怕，你就该开始怕了。再来，我讲一个很妙的重点。当危机来临时，这本手册里面的插图不是普通的可爱，它可爱到有点诡异。你看到那些笑脸吗？每个人都笑得太开心了吧？危机来临时，有人会笑得像 LINE 贴图吗？那是人吗？那是危机表情包啦。什么准备干粮，旁边一个笑脸；准备手电筒，旁边一个笑脸；准备收音机，还是笑脸。哎，你在逃难耶，你在逃命耶，你到底是在躲炸弹还是在参加野餐？那表情完全不符合现实了，那不是防灾手册，那是危机可爱化计划。你们有没有感觉民进党政府非常喜欢把严重的事情卡通化？因为卡通化以后看起来就不严重了，看起来不严重以后，人民就会觉得政府很棒。这叫做政治减压法，把真相变可爱，把恐怖变温馨，然后媒体再帮忙拍个角度美美的照片，就变成民进党政绩的一部分。这才是你们政府的强项了，不是治理，而是包装；不是能力，而是营销；不是准备，而是演戏。你们想一下，如果日本政府真的要发全民危机手册，他们会怎样？非常严肃、非常专业、非常清楚的分步骤说明。换成台湾政府会变怎样？第1页卡通，第2页贴图，第3页表情包，第4页可爱的颜色搭配，第5页媒体拍照，第6页1450洗版。然后你问他们有没有真正准备，他们回答我们正在宣导。好，我再讲一个更关键的问题，这本手册到底有没有解决人民最关心的3件事？1. 危机来临时电会不会停？2. 危机来临时网会不会断？3. 危机来临时政府会不会消失？答案都在手册里没有写了。你印这本书到底要干嘛？你看过哪一本生存手册里面没有讲如何跟政府联络的吗？你有看过哪一个国家面对危机时出版的手册里面没有写政府怎么帮助人民的吗？只有台湾这本手册叫做全民自己想办法。这本书本质根本不是当危机来临时你能做什么，而是当危机来临时政府能推卸什么。哎，讲到这里我真的想问赖清德，你有没有看过自己的手册？你知道里面没有写政府要做的事吗？你知道你们的插图比内容还多吗？你知道你们政府看起来很像在躲避责任吗？你可能不知道，因为你们可能也没认真看了。这本手册最像的不是国安指南，
而是赖清德版可爱贴图画册。今天讲了这么多，有人会说：“哎呀，你是不是讨厌民进党？”不，你讲错重点了。我不是讨厌民进党，我讨厌的是任何一个把人民当白痴的政府。我讨厌的是把人民的痛苦拿去政治化，把所有问题推给外面，把治理国家当经营网络声量，把民主价值变成选举工具，把批评者贴标签，把媒体当宣传部，把网军当公务员，把人民当提款机，把台湾当流量中心，把危机当机会，把治理当作秀，把国家当舞台。你们有没有发现，真正的问题是台湾要不要抗通膨？台湾要不要抗诈骗？台湾要不要抗电荒？台湾要不要抗低薪？台湾要不要抗房价？台湾要不要抗网军？台湾要不要抗假新闻？台湾要不要抗党国化？台湾要不要抗那些把国家玩到像综艺节目的政客？你问现在的台湾人，你最怕什么？有人怕战争，有人怕物价，有人怕买不起房，有人怕未来变黑暗，但越来越多人怕的是讲一句真话就被贴标签。你想想看，一个社会走到这一步，不用敌人来打他，他自己就会碎掉。兴赖清德，爱讲台湾价值，但人民心里想的是，我们到底还剩什么价值？星星，台湾的价值应该是多元、自由、平等、公平、宽容、有智慧、有判断力、有能力选择自己未来，不被政客牵着走，不被媒体洗到没思考，不被网军骂到闭嘴，不被政党绑架思考，也不被恐惧控制生活。但现在呢，台湾价值变成你要跟我想一样，否则你就是敌人。这不是民主，这叫气氛政治，这叫标签管理，这叫情绪治理。一个国家只靠情绪在走，一定会出大问题。兴台湾现在最危险的一句话，你不支持我，就是你有问题。兴这句话不是民主国家会讲的，这是威权国家才会讲的。而可怕的是，这句话在台湾越来越常听到，而且很多人已经麻木到以为正常。这才是台湾最大的危机。结尾送给赖清德一句话：一个政府如果靠制造敌人才能维持支持，那他注定会输光人民的信任。人民不是你的网军，人民不是你的盾牌，人民不是你的宣言本，人民不是你的政绩截图，人民不是你的政治工具，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不是政党粉丝团的粉丝。你可以骗人民一时，但骗不了一辈子。你可以靠网军制造声量，但制造不了真实的幸福。你可以靠宣传塑造英雄形象，但塑造不了稳定的未来。台湾人民不是傻子，台湾人民值得更好的治理，台湾人民值得被尊重，台湾人民值得看到真相，台湾人民值得一个不会把国家当舞台，不会把人民当演员的政府。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是是非非脱口秀。如果你喜欢今天的火力，欢迎继续订阅、按赞、分享，让更多人知道，台湾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口号，不是更多的网络战争，不是更多的政治恐吓，不是更多的党派仇恨。台湾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肯好好做事的政府，一个敢接受批评的政府，一个把人民放在前面的政府。希望有一天，台湾可以再次变成让人民骄傲的地方，而不是让人民疲惫、愤怒、害怕发声的地方。我们下次是是非非脱口秀再见。